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Garden 365，我是 Susan。今天在家里整理的时候，我翻出了一个有裂缝的大碗，就想着这么大的碗是不是可以尝试着种点什么呢？这个碗呢没有洞，首先我要选择对土壤的排水性要求不能太高的蔬菜，像香菜就不行，香菜在没有洞的容器中很容易烂根。再一个就是要选择在我们家吃的并不多的品种，不然这一碗可能连一顿都不够吃。思来想去，决定种一些芝麻菜挺合适。芝麻菜又叫芝麻叶、火箭菜，我们最主要是采摘它的嫩叶呢，作为生菜食用。由于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，有些地方也称它为臭菜。我呢就简单的在大碗里放一些我从店里买来的混合土，这些土呢非常的疏松，而且已经混合了一些发酵好的肥料，在种植的过程中呢也不会有味道。然后我们把种子均匀的撒在土的表面，再在种子上面呢盖一层1厘米左右的薄土就可以了。种子呢可以刚开始稍微撒得密一些，然后再根据发芽的情况呢进行调整，如果太多了，我们把它间掉就可以了。浇上水之后，我们再在大碗上盖上一层保鲜膜，保鲜膜上呢戳几个小洞，这样发芽会更快一些。第3天我们来检查一下，非常快，种子已经开始发芽了。不过呢，现在刚发出来的芽呢是黄色的，我们需要把上面的保鲜膜给移掉。只要放在太阳下几天，苗呢就会变成绿色，也会变得更加强壮。每一种蔬菜都含有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些营养元素，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呢是大有好处。所以我们在吃青菜的时候呢，尽量品种多一点，不要长期的就盯着我们喜欢的几种菜吃，这样我们的身体呢才能吸收更加均衡的营养。芝麻菜有一种特别浓郁、特别特殊的味道，很多人不太喜欢吃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芝麻菜的营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。它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维生素，在矿物质中，它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提供钙、钾、磷，还有镁和钠。那么维生素除了维生素 A、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呢，还含有少量的维生素 B 群。维生素 K 又对我们的骨骼非常有好处，同时它又含有抗氧化剂，能够提高我们体内免疫力。而且它的种子呢还有健胃消炎的作用，药用价值也很高。要说芝麻菜有什么禁忌呢？就是芝麻菜是寒性的，一次不要吃的太多。同时呢，我们还可以搭配着其他的热性食物一起吃。我们最常见的呢，就是用芝麻菜来做色拉，当然也可以在烤披萨的时候呢，放上一些芝麻菜的叶子，或者在做意大利面的时候放上一些。芝麻菜不是那种一次性能吃很多的蔬菜，我们只要在家里稍微种上一些，再搭配着其他蔬菜，就能让我们的餐桌丰富许多。芝麻菜特殊的香味，很多人一开始都不太习惯，不过呢，只要习惯了，就会越吃越上瘾的。至于芝麻菜好不好种，大家根本不用操心。虽然它也喜欢排水性良好、疏松肥沃的土壤，其实所有的青菜呢，都喜欢这样的土壤。其实我种下来，感觉芝麻菜对土壤的要求并不是特别的高，只要不要长期的积水，土壤呢再稍微有点营养，它就能够长得特别好。而且对日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，有点阳光就能长，无非是长得大一点小一点。
如果想吃口感嫩一点的呢，个人建议可以种在稍微有遮挡的地方。如果把芝麻菜种在全日照，而且土壤又疏松、肥力又够、水分又充足的地方呢，它能长很大，叶片非常肥厚。如果是生吃凉拌，个人感觉呢口感粗了点，当然了，也是因人而异。如果您特别喜欢又大又肥厚的芝麻菜叶呢，可以把它种在地里。不然呢，就像我这样找一找，看看家里有没有什么闲置的容器，有孔没孔的都可以，撒上一些种子，搭配着其他的食材，一家人基本上就够吃了。最重要的是，芝麻菜不爱生病，而且它特殊的味道呢又不爱招虫，所以真的非常好种。芝麻菜最适合的生长温度是15到25度，我们一般呢会在秋天和春天种植。那么在新西兰的奥克兰，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芝麻菜。虽然我这个大碗没有动，不过浇水呢我也没有太操心，见到上面的土干了再浇。不像我在容器中种的草莓，只要晚浇1天水，它的叶子呢就会垂下来。相比之下，芝麻菜一点也不娇气，好种多了。芝麻菜除了好种，它的生长周期也很短，基本上30到40天就可以采收了。采摘的时候，我们从外面的大叶子开始采摘，里面的嫩心呢还留着，让它继续长。所以这一大碗可不是一次性吃完，吃了再长，还能吃一段时间呢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这些芝麻菜叶子的形状明显不一样啊？那是因为我这次买的这包种子呢，里面呢一共混合了3种不同的芝麻菜的种子。现在我给大家对比一下，3种形状完全不同的叶子，这样的芝麻菜组合呢，非常适合做色拉，非常好看。如果只是大片叶子的芝麻菜，看上去就特别的单调。这次用大碗种芝麻菜非常成功，芝麻菜这么好种又这么有营养，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在家里尝试着种一下。不需要太多的空间，也不需要过多的打理，阳台上、露台上都可以种。现吃现采，吃多少采多少，非常新鲜。这就是我今天的收获，不同形状的叶片放在一起，是不是增加了一些层次感，比单一形状的叶片看上去更加有食欲呢？好了，浇上水让芝麻菜继续长吧。这些呢就是我今天全部的分享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非常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